旅行前，你是否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抉择？因为有限的行李空间，你看着你的稳定器、你的相机，再看着你那已经快要被塞满的行李，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。而如今，你只需要一台大疆 Osmo Pocket。2018是我的大疆元年，在这一年里，我先是跟着 Ronin S 入了大疆的坑，然后又在年底购买了 Osmo Pocket。Osmo Pocket 更确切地讲，它是一台自带机械稳定云台的口袋相机。无论你事先看过多少评测，做了再好的心理准备，当你打开包装的那一刻，依旧不得不为它轻巧的尺寸惊叹。Osmo Pocket 的长度大体与一台手机持平，机身重量仅为116克，比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手机还要轻。随机还附有 USB-C 和 Lightning 的转接头、机身保护套以及保护套挂绳。保护套内使用的是绒布材质，可以防止镜头被刮伤。同时，保护套底部还预留充电线缺口以及手机连接头的缺口，在这里为细节点个赞。让我们再次回到视频开始的场景。如果此时此刻你有一台大疆 Osmo Pocket， 你完全不必再纠结相机稳定器，你甚至不必把 Osmo Pocket 装进旅行箱，一切都是如此的便携。此外，机身并不含有存储空间，官方推荐使用写入速度15兆每秒以上的 Micro SD card。它和市面上绝大多数运动相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，Osmo 主要采用的是前期云台物理防抖，而运动相机则多是后期对画面进行裁切来达到防抖的目的。长按右侧的功能键，伴随着炫酷的甩头动作 ，Osmo Pocket 便开机了。开机后，短按功能键可以在拍照和录制模式之间进行切换。双击可以对云台进行回中，按3下可以切换成自拍模式。通过 Osmo Pocket， 你可以拍摄最高 4K 每秒60帧的视频，1080p 每秒120帧的慢动作视频。屏幕虽小，但五项俱全。点按屏幕可以选择要拍摄的主体对象，以对其进行正确的对焦和曝光。从右往左的滑动屏幕可以更改拍摄模式，再度滑动可以设置具体的拍摄参数。从左往右滑动屏幕，可以查看以往拍摄的视频和图片。从下往上滑动屏幕，可以选择云台跟随灵敏度和切换云台的工作模式。Osmo Pocket 的云台总共有3个工作模式 ：FPV 及第一人称视角模式、云台锁定模式和云台跟随模式。FPV 模式拍摄的视频可以给人带来身临其境的观感。FPV 适合运用在有不同方位的客体需要展示的情况。该模式下，云台会尽可能的平滑调整至你想要的朝向，因此 FPV 模式下的稳定效果也是最差的。云台锁定模式，此模式下你可以锁定相机的朝向，拍摄固定方位的场景。云台锁定模式最佳使用场景就是扫街，拿稳双击功能键回中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拿着它去扫街了。推荐使用手电筒或倒置模式扫街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不必因为路人的注视而感到不安或尴尬了。云台跟随模式，双击你的拍摄对象，便可以对你的拍摄对象进行跟随。通过跟随模式对拍摄目标进行环绕拍摄，你可以拍摄出具有空间感的视频。善用云台跟随模式，你可以轻轻松松拍摄出具有电影感的绝佳画面。Osmo Pocket 录音效果还是勉强够用的，官方有推出一个外接的麦克风，但尚未上市。让我一起来听听实际的录音效果吧。现在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牛排的故事。假设牛排会说话，我是说，假设一块3分熟的牛排和一块5分熟的牛排，一块3分熟的牛排和一块5分熟的牛排在大街上遇到，为什么他们没有打招呼呢？为什么他们没有打招呼呢？因为他们不熟，因为他们不熟。拍照方面 ，Osmo Pocket 让拍摄全景和超广角照片成为了小 case。你只需要紧握 Osmo Pocket， 按下拍摄键，保持云台稳定。Osmo Pocket 会自动转动云台拍摄并合成出一张照片。Osmo Pocket 还可以简简单单的拍出具有运动轨迹的延时照片。啊，真香！
说到这里，你恐怕已经快要掏出荷包赶快下单了。且慢，作为第一代产品，它的缺点也很致命。首先，很多功能必须依赖手机。Osmo Pocket 在不连接手机的情况下，运动延时拍摄只可以选择2个轨迹点。那我想设置多个轨迹点该怎么办呢？若想要选择更多的轨迹点，你就不得不连接手机。可是连接手机后它就站不稳了。若你要把 Osmo Pocket 放入水平面上，用手机进行远程操控，那也就需要购买大疆官方的无线模块配件，或者就干脆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另外 ，Osmo 的机身也无法单独设置拍摄的白平衡。为什么手机的电越来越多了呢？没错 ，Osmo Pocket 还有一个超大的 bug， 那就是当 Osmo 跟安卓手机连接的时候，会情不自禁地对安卓手机进行反向充电。切换成数据传输模式总可以了吧？即使你手动将其切换成数据传输模式，几秒钟后，手机也会自动地切换回充电模式。这样的话，连上安卓手机 Osmo 的电不就被吸光了吗？没错，如果你是用安卓手机连接 Osmo 使用，电池续航会明显缩短。也就是说，在安卓手机面前 ，Osmo 只能做一个低声下气的充电宝咯。当然不完全这样，官方给出解决方案是购买大疆的无线模块配件，通过无线模块连接手机，以避免充电的情况。那我岂不是要多买一个配件了吗？我想是吧。如果你是安卓用户，那请做好多买一个配件的预算。哈哈哈！它是否值得购买呢？ Osmo Pocket 的官方宣传语是因为世界很大，但是我想世界很大并不该是你购买 Osmo Pocket 的最终理由，而是因为我想记录这个世界。是的，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随时随地用视频记录生活的人，喜欢天涯海角去看世界的人，那么 Osmo Pocket 你大可考虑一下。但是如果你指望通过买一个数码产品来改变你不爱记录生活的习惯，那最终它在家里吸灰的可能性也会很大。总结 ，Osmo Pocket 虽然已经不是 Osmo 的初代产品，但作为 Pocket 系列的第一代产品，它带给我的感觉无疑是相当惊艳的。如今在德国也是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德国朋友开始使用大疆的产品，比如老板的大疆飞行器，同事的 Ronin S， 还有摄影师朋友的 Osmo Mobile。身为海外的中国人，真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骄傲。最后，我希望大疆能够更加的完善 Osmo Pocket 的机身操作，因为如果要连接手机才能实现它的完整功能，那 Osmo Pocket 又跟比它价格少一半的 Osmo Mobile 有何不同呢？以上就是我对 Osmo Pocket 的所有看法，我是个气球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